台积电的高官，对不起；台积电的人资，对不起。哟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油腻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《纽约时报》的新闻，没错，就是跟我有关的新闻。我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会被采访呢？主要呢是因为《纽约时报》的记者朋友联络我的粉专，希望呢可以问我一些台积电相关的问题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内容说些什么吧。第一段话呢，就是说罗尼这样31岁的工程师就是会让台湾领先的一个原因哦。哇，一开头就这样吹捧我但我也只能自嘲台湾就是绿色的颜色嘛，又称为回收的颜色然后第二段说到我呢，因为曾经因为病毒事件连续工作48个小时，5年的资历，年薪上看320万。我解释一下，那时候记者朋友呢是问我说，有什么例子可以说台积电上班的时数很长，压力很大？我就想到我曾经遇到过病毒事件，那个时候呢真的非常的嗨。我记得我还有把机框那时候全部都被挂档了那个闪避画面截图，然后寄给自己，就是一个纪念这样子。那这48小时我解释一下，当时下班刚到家的时候，大概半小时还没有吃晚餐，我就接到电话，跟我说要回公司一趟，现在机况全部挂档下来，我就觉得这三小然后呢，大概半小时还没吃晚餐就被 call 回去公司帮忙了，然后就一直撑了48小时。那时候的压力非常大，那几天我真的印象深刻。好，那再谈到年薪的部分，当时那是我离职的时候算的。我也先声明我考绩从来这5年里面都偏 S 加以下。然后还有呢，我有说到我非常害怕台积电的手机铃声。我相信在场很多的台积电的工程师一定也有很多的 PTSD。那我们听一下这个铃声TSMC。好，我们听到这里，你应该就已经皮皮唰了，已经受不了了，很想要把手机摔烂了。这个时候你会害怕说要不要回厂去帮忙，或是自己是不是有不会的东西要卡住了，或是自己是不是已产生 NO， 老板来兴师问罪了。而且我离职的时候还是有梦到，我不小心把我自己的私人手机带进公司里面去。那在 Metal Gate 的时候被抓到，然后起床的时候是整个吓到弹起来的，而且全身都是汗。其实呢，记者朋友当初想要采访我呢，是想要问我说，为什么台积电越来越难招募这些人才了？我有跟他说几个重点第一个呢是少子化，工程师的数量已经下降了，再加上家人不需要你卖肝养家庭了。第二个呢，房价太高，年薪150跟年薪250都买不起房子，那我就去150的公司，那又可以每天准时下班花天酒地的。第三个呢是代工厂的迷思，对于很多年轻人呢都会觉得应该要效法美国那样，要做 R&D， 要做研发，要做开发才会有价值，才会有 value， 才会有社会地位。在台积呢只会被笑说，哇，你好可怜你只是一个轮班的工程师，肝还在吗？第四个，公司文化，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高压高工时之外呢，还有一些不合理的事情。我就譬喻一下如果呢公司为了大家方便，所以在走道设了一个垃圾桶，大家一开始很高兴也会去丢那个垃圾桶，使用那个垃圾桶，但是久而久之因为那垃圾桶产生了异味，所以有些高层不爽了，另外一个高层不爽了，他就觉得说不能，那个太臭了，所以他们又设立了一个 KPI， 就是要保持那个垃圾桶干净。那你设了这个 KPI 之后呢，这些工程师谁还敢丢垃圾呢？当然这只是一个譬喻没有这种事情发生。那我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懂的人就懂。第五个，外商的风气越来越好，这我相信是很多外国的企业现在就主打的一个项目，就是要 work-life balance。但台湾有几个企业是拿这个当核心价值的呢？这个例子呢，主要是我希望带给这些公司可以做些改变的地方。那可能是不够让这个新闻可以震惊世人，所以没有太多的琢磨，反而琢磨在我离职这一块。我主要呢是希望有机会让这个报道给高层看到，不会被假的 KPI 在那边自我安慰，所以我才接受这采访。但是我心里真是怕极了。但也希望台积越来越好，所以我在这边跟台积电说声对不起。
是我太废，没有办法让工作保持快乐。对不起，是我太烂，没有办法做到 work-life balance。对不起，是我太白目，硬要接受采访。那对于我自己的新闻解释跟回应就到这边。至于很多台湾媒体，他们转抄、转译或是改写的文章，很多都乱写，我就不回应了。以上，谢谢大家。希望大家按赞、订阅，喜欢我的频道，给我更多动力做这种让职场环境更进步的报道来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